从我上个月看了5台单身大作战，一拍脑袋就带全家预定来了济州，结果转头就在网络上看到评价超两极，有人说超多美食，有人说难吃到爆，有人说美景好浪漫，有人说来来不如垦丁，有人说这里是人生的济州岛，有人说根本就是行销的效果，退！济州到底值不值得来？好不好吃？好不好买？适不适合带着孩子轻松又有品质的玩耍？大人小孩都放松。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开始了这一趟忐忑又充满惊喜的旅程。我们的车突然自己开始 seeking 了一个广播电台，然后开始唱起了一个很深情的韩文歌。重点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把它关掉。听广播开车，我有种坐在计程车上的感觉。大哥，等一下带我们去济州君悦。可以右转。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驾照。有人扒我们，我们就右转；没有人扒我们就不用转，就等着。这条路是我第一次来济州的时候就非常有印象的一条路，因为它就是通往济州市中心的一条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跟旅行团来的，第一站就是去吃了一个参鸡汤，后面每一顿都是鲍鱼粥之类的，所以我说起济州就是跟鲍鱼粥是联系在一起的。明天我要去吃鲍鱼粥。我们到了，好漂亮哦！带大家快速看一下我们在济州岛住的这个饭店，邀请大家来看一下超美的海景。我们这次呢订了2间房间，一间房间是像我们这样子的2张大床的 twin room， 还有一间呢是 king room， 就是1张大床的。房间的大小看起来都是一样大的，可以直接看到整一个饭店的户外游泳池，整个视野真的超棒。给你们看一下今晚的夕阳。目前来讲，我还是蛮满意的。好，那就跟我们去吃晚餐吧。晚餐我们吃了号称来济州岛必吃的烧肉熟成道，虽然我们有提前在 Catch Table 上面预约座位，但是到了现场之后呢，还是稍稍等了一下。刚刚有询问了漂亮的店员小姐，什么东西是一定要点的？她说其实他们这边有前3、4名的套餐是一定要点，可是我们这个时间来全部都收到。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点黑猪肉，然后五花肉跟猪肩肉，是肉类套餐里面最推荐的。如果是小食类的套餐的话，菜饭、带鱼内脏的炒饭，이거 김치찌개예요。감사합니다。所以你来这里的话，如果人比较少的话，汤其实是不用点的，因为它本来就有附一个这样子的汤。哇，红红火火！每一个桌子上都有3个小菜，这应该是那种芥菜、紫苏的叶子，蕨菜就是那个过夜猫，过夜猫的熟的它就是这样。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菜，在很多韩国的汤类里面都有放这个料，我很喜欢吃。酸酸的，很好吃。酱料的部分，这个是瓦萨比，它是瓦萨比，对，带盐味的。这应该就是玫瑰盐。然后这个就是韩国传统的一个酱，一个뭐예요？一种鱼子啊。Fish baby， 然后这个点这个大酱啊，这个就是一个他们每一个店不一样的那种水的那种酱，这个是加了那个鱼子泡菜调好的味道，我来尝一尝。这肉真的很软，这个冷面也是这边的店员说必点的一个单品。我觉得它的冷面啊，比我平时在别的就之前来韩国吃的那些冷面味道会更淡一点。我自己觉得这个冷面是可点可不点的啦。来熟成道就是点肉就好了。我目前觉得肉目前吃下来所有点的都没有踩雷，真的很好吃，非常非常的嫩，口感刚刚好。我们回来剪片的时候发现一个小插曲，我们当时在点单的时候明明就有点了店员推荐的这个带鱼内脏的炒饭，然后也付了钱，但是我们直到最后都没有吃到这一道菜耶。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人分享来吃熟成道有少上菜的这个状况，大家去吃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核对一下账单，才不会多付钱。我们到达济州岛的这一天刚好是我们家阿公的生日，所以我提前在饭店的甜点屋给他订了70岁的生日蛋糕，然后我们在饭店简单庆祝了他的生日。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阿公 Happy birthday to you。 安顿完小孩子，就是来韩国必逛行程 Olive Young。快跑啊！好多人啊，超级多的人，这真的是战利品。第一次买东西有感觉到这种战利品的感觉，真的是打仗的感觉，人超级多。我刚刚在里面就有一度忘掉到底是来买什么东西，看到有一个店员，他真的好可怜，因为整一个店里面，那里面大概塞了100个人吧，然后只有一个店员，旁边的客人就好像那种
你不能说苍蝇看到蛋冲去找那个店员，一直问先生还得哟 ，excuse me，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然后都在问他，然后那店员最后就已经受不了，就说你来了，就等一下。虽然他态度不怎么好，可是我突然觉得他好可怜，我可以理解他那种感觉。刚刚真的已经觉得人太多，我想说我快点买一买，就剩下我就不要买，快点走。然后我就听到旁边有一对也是讲中文的游客，其中有一个就讲说，你不是有去那个哪家利不亚吗？他说，哦，那家店人超多，什么都没有买，所以我来这一家。我当时就很震惊，我想说我们这家人还不够多吗？就是大家如果来这边买奥利维亚，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美容院。早安，我们刚刚下来吃早餐。现在我们在这边的早餐是4楼的 Grand Kitchen， 就是正常的房客吃早餐的地方。那不正常的房客这样？不正常的房客，我有订明天的另外一间，就他们其实有很多个餐厅可以去点餐啊。这边就是 buffet。进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有认出我，然后就帮我们升级到这样的一个包厢里面，可能是他们觉得我们要拍一些什么，这样会影响到别人。对，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就平时如果消费的话是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个包厢。其实我自己是比较想要坐外面，因为外面真的很明亮，然后很宽，它不是一般桌子比较紧的那一种，然后它的种类很多，感觉拿取会比较方便。但是在这边还是非常谢谢这边的工作人员，真的很贴心，它的种类真的太多了，所以我感觉我今天应该可以在这边把中午的那个粉也把它吃掉。我们刚刚让Chris 拿了他出生以来最恶魔的一碗糖果甜点，因为这边的甜点的选择真的非常的丰富。不过刚刚在拿那个糖果的时候，就有一个小插曲，我想要和大家小小分享一下。刚刚去带 Chris 拿那一碗小糖果的时候，我们就在排队，但前面就有一对父母，然后带着他的女儿也在拿糖果，因为那个糖果碗就是这样一列一列陈列在那边，然后那个小女孩呢就拿那个大汤匙把糖果舀到自己碗里，然后看一看又不喜欢，又把它倒回去，然后再舀下一碗，看一看不喜欢，又把它倒回去，然后最后呢，他就直接拿那个碗，他的碗，然后去那个糖果碗里这样直接舀起来，结果一不小心呢，就整一碗糖果全部都掉在了地上。饭店的这些服务生马上就来处理了。重点是他妈妈还跟那个小女孩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只是打破一个碗而已，就完全没有站在妈妈的角度去制止小女孩，因为其实前面已经有一整系列的行为了，就她这样子把东西舀到碗里倒回去，就应该第一时间就要制止了，可是她妈妈就没有制止，然后最后就是闯了个这么大的祸，然后她妈妈还说没有事。就作为父母，我们在旁边真的就觉得傻眼，很傻眼，因为后面其实我们都在排队，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人，就其实他的行为影响到其他的人，后面的人，然后还让整一个餐厅有这样子的麻烦要去处理，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在外面都是代表着自己来自某一个地方，而且我们代表着我们身上有个标签的群体。有些时候真的大家不是说讨厌小孩，就是讨厌不会教小孩的父母。我们会常说，为什么我们来日本、来韩国，去很多地方就觉得好像很多服务生会歧视说中文的人，也不是说歧视说中文的人，就是有一些老鼠屎给饭店或者给这个旅游地留下的一些好印象，都会被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就这样子损害掉。可以看到那个服务生的无奈，就是看然后就旁边两个爸妈就这样，没事，打破一个碗而已。对，这个碗如果是打破在他家里，然后那个糖果又洒在他的，肯定就你为什么要打破这个碗？好了，我觉得就是大家就出门的话，我们就做好国民外交，我们就不要管人家，但是我们自己至少我们自己，我们一家人，然后我们频道的观众，我想大家一定会做得非常好。然后我相信每个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会觉得说很侧目，觉得很傻眼，很生气。这就是一个刚刚拿甜点的一个小插曲，和你们分享一下。丰盛的早餐之后，我们等一下去哪里玩？去成山日出峰啦。아저씨 성산 일주봉 가주세요. 네, 가게요. 只要我们超过速限，我整一个 Naver 的荧幕就一直闪红色。其实在这边开车，如果你有这个 Naver Map 的话，不太用担心自己超速很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真的提醒的非常的彻底。这个地方的红绿灯的这个柱子都是黄颜色，很显眼，因为这个附近就是学校区域。
现在是下午1点20分，我们本来预计表定是10点钟，最晚10点钟我们要来这个地方，然后去爬这个成山日出峰。现在非常显然的，这个峰呢已经变成成山正午峰，整一个山这个栈道看到都是没有任何的遮蔽，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没有办法爬上去，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没有带任何的防晒的设备，就是来的非常的大意，所以我们应该等一下就是往旁边，它有一个免费的路线走一走，然后看一看海景，然后这就是我们比较潦草的成山日出峰的观览吧。耶！右边的这条路呢就是要买票的，然后左边的这条路呢就是免费的。买票的那个路那边有2匹马可以看哎，什么？可以骑马，15000块可以骑马。这里不是有很多那个石头爷爷的雕像吗？就在那个门口就有一个。我刚刚跟 Chris 讲说，你要不要摸一下？人家说摸这个石头爷爷会生儿子，然后他就说我不要。结果我走到这边之后呢，听到现在的导游说摸石头爷爷可以发财来财，我突然就意识到了说，哦对，如果你现在跟大家讲说摸这石头爷爷会生儿子，可能大部分人就都不摸算了，就发财绝对不摸，发财来财反而摸的人还比较多一点。成山日出峰真的太热了，所以我们就决定开10分钟来向浩推荐的海产店，来吃吃看好不好吃啊？应该就是很好吃啊，毕竟我觉得这个恋综贡献最大的就是向浩的吃播。这个店里面基本上都是当地人，他们接待的游客非常的少，所以他们的店员其实听到我们讲中文就有一点点抗拒吧，我觉得，但我也可以理解他们，因为这个地方算是济州非常宝藏、蛮秘境的一个地方，就不是那种旅游区，所以这里的店员他有一些年纪比较大，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跟外国人沟通，但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得非常的努力，就是提供了一个中午套餐。这一餐我们因为在饭店吃了早午餐过来，所以每一个人肚子都是饱饱的。原本店家希望我们要点到至少5人份，但是呢，因为我们有了说明之后，店家说也可以点3人套餐，所以我们最后点的这个呢就是3人套餐，但还是依然非常的大份。这一份3人套餐它的价格呢是99000韩币。如果是3个人点这个3人套餐的话，它还会再加送一份海鲜汤，但是因为店家觉得我们是5个人，然后我们点了3人套餐，所以我们就没有吃到这个海鲜汤，所以这边点餐它会有一个人数上的要求。口感上呢真的非常的新鲜，它其实给的种类也非常的多，除了鱼类之外呢还有斑节虾，而且它的菜单的设定上，就算不吃生食或者小朋友去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还有一份烤猪肉，然后还有一份烤鲭鱼，然后还有一些甜不辣，所以菜单上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在餐厅的时候也有看到邻座也是带着小朋友来这边吃东西的韩国人。如果你一直都是习惯吃日式的生鱼片的话，可能直接吃到韩式的生鱼片，你会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因为它的感受上会跟日式生鱼片上会差蛮多的，口感上会更 Q 一点，然后更有嚼劲一些些。以陈老师的感受来讲，韩国的生鱼片就一定要用韩式的酱料配才是最合适的。我记得向浩在那个自售的时候有开这个回转刀。你说他那个技巧不是很好的开车吗？那我觉得你还 OK。他技巧很好，所以娶到老婆了，所以向浩才母胎单身是吗？老日本派，这次第一次来韩国怎么样？下次还来吗？还来，因为在我想象中韩国真的没有那么漂亮，经济全部搞起来。金融风暴的时候，你安尼讲的伤长，你也讲这干嘛很好的，对啊，发表了一整篇国际评论，证件发表。下次还来啊？那我们下次去别的地方看看。对，真的是不错了。在乐町里，我们没有去人挤人的那几间网美咖啡店，而是来到位于边边的另外一间咖啡店。以下是宝藏咖啡厅，没有去人挤人，然后这个风景绝美，而且老板人潮，有可能是因为这一家那个游客，对吧？老板每天看到500个中文的脾气较好的人，他也不会好，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你的这个 cheesecake 好不好吃？妈妈推荐好吗？可爱。你吃烧烤。这样很想。
吃这个都不用催人，很大方的直接吃。你知道这个韩文怎么说吗？Ice America，所以他们都是这样。明明那边有楼梯，非要从这里走。你的屁股已经在海里面了。现在是当地时间的5点钟，我觉得现在的阳光什么刚刚好，就又可以有一点太阳，但也不会太烈。我们刚刚到的时候是4点多，我觉得那个太阳还是蛮大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来济州的海边玩的话，我觉得抓5点左右，刚好图一个防晒，就可以在海边玩耍一下。这海滩没有很多人，对不对？对啊，不算多人。然后它这个海滩感觉那个波很缓，然后浪也不会很大，所以小朋友在这边玩感觉蛮放心，因为它其实一路过去都是那种浅浅的海水，可是非常的清，非常的干净。这个爱心怪怪的。应该圈在他们头上，硬要去。Place your flowers in my vase. We can gather all the magic from the garden, overflowing along the way. When I wake along to find us intertwined, feel you wrapped up in my legs. We can't wait another silly lifetime. 我们回到饭店的时候，刚好遇上日落。我现在真的非常少花钱买很贵的物品，可是我很愿意把钱花在体验上面。就像此刻的夕阳，我觉得它值回了所有我这一次旅行的花费。现在来吃晚餐，然后我看到一个穿的人模狗样的人。我要跟我老婆约会。昨天去的是全济州最负盛名，就堪称来济州一定要吃的熟成道。因为我们住在君悦嘛，所以我特别查了一下，君悦他们也有一家专门做烧肉，然后也有很多韩式料理。我觉得整个类型上和昨天熟成道非常类似的一家店，叫商园。然后我也一样点了一些烧肉，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做对比。一家是在济州最红的，大家觉得来济州一定要去的一家店，然后还有一家就是我自己觉得在济州应该算是最高级的烧肉餐厅。在张园的这一顿晚餐，从小菜上来就已经感觉到和普通的烧肉店有些许的不同了。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番茄拌玉米。这个番茄，拜托大家一定要来吃。比较讲究的烧肉店，桌边服务肯定是有的。这边可能是因为客人比较少的关系，桌边服务就会更加的用心一点。我们有哪一些东西不确定不清楚的，都可以跟旁边为我们服务的服务人员来询问，服务人员会非常耐心的和我们解释。我们这次呢点了厚切济州黑五花肉，还有厚切济州黑猪颈肉。我自己非常喜欢吃这个黑猪颈肉，如果你们来的话一定要点这个脖子肉，完全赢了，大胜。然后呢，还有点了特制酱汁的牛仔骨。这个牛仔骨呢，原本的酱汁它会有甜甜的味道。这可以加这个蒜头，很好吃。它有一个蒜头，然后里面是应该是放麻油，然后呢就是直接丢在那个烤盘上面。我感觉今天晚上会一整个蒜头味，但没关系，反正只有陈老师闻得到。这个蒜头，因为它在麻油里面有炙烤过之后，完全就不辣了，那个辣味就没了。然后它就是整个吃起来是那种软软的，像那种有一种糕的那种感觉。再来一颗，今天晚上就失礼了。你看，其实我们昨天也有很多
蘸料，可是我们其实又搞不清楚，然后自己最后就发明一大堆 DIY 的东西，所以有可能按照它的步骤 step by step， 可能也非常好，会更好吃，体验感上可能会更好。但是因为昨天这里真的人好多，因为它真的太红了。但是如果是我再选择一次的话，我可能会回访的就是张园吧。因为体验真的很好，首先它的 view 就很好，然后它位置又很宽，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家族旅行的话，我觉得就不要吃没有必要的苦。这家真的非常适合合家出行。而且因为首城道还要开车，而且它旁边其实没有那么好停车，车子很多。然后我觉得说服务生听到你是外国人，其实就有点不太敢服务你，退避三舍这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家张园，它除了烤肉、烧肉之外，还有非常非常多来济州、来韩国必吃的美食们。像这条目测长度大概有50公分的烤银带鱼，一开始它上来我真的吓一大跳，这么长一条鱼到底要怎么吃？结果 Chris 跟 Lisa 爱到不行，基本上都是他们俩吃的。然后还点了济州必吃的猪肉面，甚至它还有酱油蟹。这个酱油蟹里面除了正常的酱蟹之外呢，还有鲑鱼，还有虾子，当然还有济州的名产鲍鱼，都是非常新鲜又好吃的。然后我们还有点了排骨汤，所以如果你来济州想要安排一餐大餐的话，我觉得就是直奔这家张园就可以了。吃到在思考人生了，真的有点点太多了。我觉得如果像我们家一样的家庭构成，就是3个大人这样子的食量，2个小孩加起来算1个人的食量吧。我觉得4个大人的食量就是点洋洋的排骨、猪颈肉、烤带鱼、排骨汤，我觉得应该都已经够了。然后酱蟹的话，我觉得就是要看个人口味，不敢吃的人就是不敢吃。像陈老师这么爱吃沙西米的人啊，他还是不敢吃酱蟹。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讲就好像不会到爱的程度，可是可以尝试看看。如果你刚好感兴趣酱蟹，然后也像我一样从来都没有吃过的话，就可以在这里顺便点看看。毕竟我觉得在饭店里面吃，至少它的卫生状况冤有头债有主，如果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我可以找他算账的那种程度。好了，开个玩笑。如果以单价来讲，它没有比外面的烧肉店、烤肉店要贵到很多，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换来的是一个环境还有服务，然后重点是我有带小孩出行。我觉得带小孩出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孩子在这边吃饭的时候你不会太费心。有些时候在外面如果餐厅里面人很多很多的那种状况的话，就会属于你非常担心小孩子会影响到别人，但是这里就还好，不太会有这个担心，因为人和人之间、餐桌和餐桌之间的距离相对是有，然后服务人员又非常的友善，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在济州第3天的早餐，虽然昨天晚上那个韩式晚餐吃得很饱，可是我们今天早上还是选了韩式，因为想要跟家人分享一下韩国的传统的早餐跟我们华人的早餐、台湾人的早餐有什么不一样。因为韩国人的早餐从早上开始就是吃主食的，刚好也是借这个出行让小朋友感受一下不同地方的饮食的文化，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吃完晚餐之后又去了游泳，所以其实我们和小朋友就都玩得蛮尽兴的。然后今天早上所有的人都睡到自然醒，这已经10点多快11点韩国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想说就不要乱跑了，就在饭店里面然后把早餐吃掉。然后刚好饭店里它38楼就有一家这样子可以坐拥整一个济州天际线的一个餐厅，叫 Pocha 就是路边摊啊，天空路边摊，里面的餐点都是韩式的传统的早餐，点了必吃的鲍鱼粥，然后点了我想要喝的 Yugaejang 就是辣牛肉汤，可以开心的吃一份自己的早餐，因为这里都是一份一份的。然后它重点是它还有儿童餐，儿童餐也是这样子完整的一份套餐，里面是萝卜炖牛肉汤，然后还有这样子可爱的 Snoopy 的小包子。像 Chris 这样子的年纪，他一个人就可以吃完一整份。你这个小鱼干不吃？不吃，我不敢吃。我吃，超好吃。什么味道？辣辣甜甜的，然后很像在吃零食。一整条又有头又有尾巴，看起来很恐怖，而且一口气灭族。超好吃的。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次真的出来每一家餐厅都选的超棒，就每一个餐厅都有一个 reason。风景真的是绝。对，虽然是韩式的早餐，但是它该有的饮料什么的就都还有。我们昨天晚上去的那个张园
然后跟今天早上来这个 Porsche， 它真的位置间隔都算是蛮大的，没有到很挤。然后重点是它还可以在这边看，那边是飞机的跑道，一览无余，远远是天际线，然后再下来是海岸，然后再下来是整一个济州的城市啊！真的觉得这样子的早餐真的很棒。要有肯定的哦，来。阿公这次来全程都在长别人的士气，都在花。这是真实的话哦，年纪大了也要讲实话。吃完早餐，我们在饭店楼下的 K Fashion Mall 晃了一晃，因为今天真的起太晚了，现在正值烈日当头的时间，我们就决定先去逛街购物，感觉蛮有趣的，都是一些选品店，然后小小的，我觉得非常适合，就是你刚好如果来济州玩，然后住在这个饭店里面，然后这个东西没有带，那个东西没有带，顺便买一下那种感觉，它那种 shopping 的感觉，我觉得没有到非常的强烈，就不是那种大型的免税店，可是我觉得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像我上一次去垦丁的时候，刚好忘记带游泳衣，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陈老师讲说，为什么垦丁都没有一个 shopping mall？ 这个地方真的好适合开个 shopping mall， 因为我出来玩就常常会忘记带这个，忘记带那个。如果刚好有一家店可以把我们家的衣服啊什么的，就是都不用到什么很大的逛街，可是就是一些漂亮的选品店，然后就集合开在某一个地方，那不就很方便吗？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看这边什么甜点店，前天过生日的时候蛋糕我就在这里买，就什么东西都有，就觉得很方便。但是我在这边看一看，刚好我这次带的东西相对是完备的，所以我还是决定要去旁边的乐天免税店。现在在济州的乐天免税店逛了一整圈，然后好像这些东西就都不是很多，货也不是很全，然后刚刚看上了几件衣服 size 刚好也没有我们家合适的，所以今天好像逛街行程有一点出师不利，所以我们决定不要在这边浪费时间了，先转战去七星街看一看，会不会比较好一点，会不会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目前感受上就觉得这里很像唱货中心的那种感觉，尤其是保养品还有化妆品，真的就蛮不好逛，是不是就跟传说中说的一样，济州真的是一个购物沙漠呢？把车停在这个七星街的这个街角这边，这边它是私人的停车场，然后你缴钱的话，它是收现金，前半个小时是1000块，然后后面半个小时之后是每10分钟500块，所以停1个小时的话是2500块，比乐天免税店还要便宜。购物的成果已经穿在身上了，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买的东西都要直接穿在身上，很急迫，很急。Snow Peak 台湾区代言人，我心心念念的短裤，这一件短裤在釜山的时候买，太好穿了，一直在找。刚刚在乐天那边，它就是所有的 size 都没有。有的，买到了。Snow Peak 台湾如果要找合作的话，找你。现在我真的很突然给一个小费，因为爸爸也有买，爸爸也有买，大家都有消费。看到人生4格就要进去的一家人了。哦。真的耶！我来韩国必买的，夏天必买水蜜桃，冬天必买草莓，不是什么保养品，不是什么精品，但是水蜜桃一定要买买。像在野餐，大家都已经把刚刚伊玛特买的零食，分门别类的把它拆开来。我来吃一吃济州产的橘子。今天为了逛街买衣服，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现在已经3点51分了，我们还没有开始玩。现在我们决定去贤德海水浴场，这样刚刚好，不用晒到烈日。啊，这是贤德海水浴场，然后开始晒吧。啊，就是中文、韩文都很通啊，讲你一个橘子。哎，这是 Sono， 我们之前在那个滑雪场说的，这是贤德海水浴场的门。我们开到贤德海水浴场的时候，小朋友都已经睡着了，睡成一团。然后有没有发现贤德海水浴场这边人好多，所以我们就决定再开一开，开到昨天我们去那个月丁里，我们觉得月丁里很漂亮，再开20分钟。回去昨天的地方再玩一玩沙子。趁我们孩子还在睡觉，来和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购物之旅的心得。一句话就是，济州真的不太适合逛街，它就是一个来放假的地方。不要觉得韩国
就是很适合逛街，没有这里就不适合逛街。很多的韩国当地的牌子，在台湾的门店都可以买到的货，但是在这里就是没有的。比如说像我们想要顺便买一些童装，都说这家店是没有童装的。有一些中阶的牌子，比如说像 Ralph Lauren， 索性就没有看到它有店在这里。Vivienne Westwood 的话，它就只有包包。像我想要买衣服，还有帽子，还有丝巾这一类的东西，它这边就都是没有的。然后像陈老师，他本来今天在买 Snow Peak 的裤子的时候，他本来非常的喜欢那条裤子，他是想要包色的，但是呢，只有一个颜色有他的 size， 其他的颜色都没有他的 size， 所以就包色失败。又逛到七星街的那个什么国家地理，陈老师也看中有一套就是那种防水还是透气，反正速干材料的一条衣服，然后他也问说这件衣服有没有白颜色。然后店家也说，哦，是有白颜色，可是他们店里面是没有备货的，要去首尔买，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大家如果有想要来韩国买东西的话，我觉得济州呢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适合度假，好好度假就好了，不要花钱了，很难花在这里。在去月丁里的路上，我们突然看到了金宁海水浴场的路牌，所以就停下车来，下车看一看，想说这个海滩也超美的。我觉得来济州岛真的还蛮适合租个车子的，因为济州岛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距离都蛮远的，公共交通又没有像大城市那样子这么的便捷，而且因为玩海滩嘛，就会有带一些有的没的，那自己如果有一个车子的话，就会像我们一样把东西都放在车上，这样子就是几个景点之间玩的时候，就不用在第一站的时候就把所有东西都带齐，就不用手上拎很多的东西，就会比较方便。现在在金宁海水浴场，然后这边整一个经营出来一种垦丁的感觉，就业者有点夸张。我刚刚在那边想要去租他们那个更衣室，大家洗澡玩的水就排出来之后呢，可能是带一些沙子，所以就把那边的下水道全部都塞起来了，然后整一个空间里面，厕所上厕所的厕所地上全部都是积水，大概可以把我整个脚，不是腿是脚没过，下水道全部都泛起来，全部都是水，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不想在这边玩，决定最后回到昨天去玩过的那个月丁里。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如果你觉得有一个地方不错玩，你就隔天再继续去那个地方玩就好了，不需要每次都换个地方。目前我去了3个济州的海滩，一个贤德，一个这是哪里啊？金宁，然后一个月丁里，我觉得月丁里最棒。海滩真的没有不漂亮啊，海滩也是很漂亮，真的是经营的问题。啊，这是月丁里卡就在哦。来到月丁里，又是那个熟悉的 chill。如果你也来济州，想要去海边，东边的海边，我真的推荐大家直接冲月丁里就可以了。这边的咖啡店离对面的海滩非常的近，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去租阳伞什么的，你就点饮料，休息完之后去对面的海滩玩也非常的近，体验感上会比在另外几个海滩租阳伞然后坐在那边晒太阳要好太多太多了。我刚刚还想说这个人好讨厌哦，把车都停在我前面，害我刚看一半的海，结果是我们自己的车。在干嘛啦？这是什么？超大一坨！我刚问 ChatGPT， 他说这是水母，然后看起来是什么赤峰水母或者海月水母，然后说看起来虽然看起来已经一整天没有动，好像没有生命迹象，但不代表它已经死了。喜欢所有动物的人，该不会连这个都喜欢吧？蛮可爱的。我们现在刚刚从海边回到我们的饭店附近，在这里。后面这个人，他刚从海边回来，他现在里面没有穿衣服，他只穿了一件防晒衣，非常的有碍观瞻，有碍视容。这一段影片我等一下把全面打马赛克，把马赛克打满。他好像拉到这边来，好莫名，就是穿这种半透明的防晒衣走在马路上，好莫名。来韩国也是要坚持 drive through 的人。陈老师要给大家表演用韩文点餐了。안녕하세요. 아이스 아메리카노 하나 주세요. 네, 화면 팀부터. 谢谢。 네. 雪绿茶博物馆喽，卡주세요。 갈게요. 我们今天是去
雪绿茶博物馆第一个行程。然后现在在高速的路途中，就有看到满天的云团，然后但还是蓝天，很漂亮。想到我们刚出发前，然后有看到那个台风领灵的新闻，说我们在济州会遇到全部都是大雨天，所以一开始就觉得很沮丧、很担心。结果我们超幸运的，今天已经是我们在济州可以游玩的最后一天了，因为我明天一早就要回去了。我们这一整程就完全没有遇到下雨，对不对？天气超好，空气也超好，超级幸运的。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绿茶博物馆，停车场都是停满的。哇，你看这整个草原超级美，蝉叫，非常放松的感觉。这边是创办人的铜像。这里有绿茶冰淇淋。很有趣的是 ，Lisa 进来之后一直捂着鼻子，她好像觉得那个绿茶的味道很奇怪，可是我觉得一进来就好香好香。然后这边都可以看得到，就是现场在做茶叶、炒茶叶的一个过程。这个空间里虽然非常非常多的人，但是里面其实蛮宽敞的，好玩、好逛、好买的地方也很多。我觉得这个地方不管是来避暑也好，还是避雨也好，我觉得都还蛮棒的。园区里面还有用他们绿茶做的各种各样的甜点、小点心，我们当然也是点啦。我们点的呢是 C 套餐，里面有一整壶的茶，然后一个草莓慕斯的蛋糕，一个抹茶冰淇淋，一杯济州橘子的冰沙，一个抹茶奶油蛋糕，还有一份小小的蝴蝶饼。这一壶老人茶呢，它是有附一个沙漏的，然后一大碗的开水。点到餐之后呢，只要把这个开水倒到这个壶里面，然后沙漏里的沙子滴完之后呢，就可以喝了。我们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清新，所以在走的时候也买了这个套餐里面的同款茶叶。我也帮大家挑了小礼物，那在这一集留言的观众里面，我就会抽2位，一人送一盒我挑的茶包咯。我们突然开进了一个山间小道里面，这是9.81 Park 卡吉赛哦。我们来9.81 Park 的时候，刚好遇上他们和宝可梦合作，不确定这个合作是长期的，还是我们刚好有遇到。总之呢，我的小朋友看到满园的宝可梦都开心的不得了，再加上还有他们爱的卡丁车。来9.81 Park 开卡丁车呢，一定要穿正常的鞋子，像我那天就穿了拖鞋就不行。不过他们现场也有用2000块韩币来贩售一种橡胶的鞋套，这样子在开卡丁车的时候，你的鞋子就不会飞出去，就会比较安全。结果他这个鞋套还蛮讲究的，2000块钱这么厚实的一个鞋套。以后看房子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看房子为什么要自己拿鞋套？整个未来感很强啊，感觉不是去开卡丁车，是去登月，去什么宇宙飞船里面那种感觉。3, 2, 1。9.81 Park 真的堪称在济州必玩行程，真的非常的舒压，而且在济州岛的蓝天白云下，心情真的非常的好，大人小孩都玩得很开心，而且室内也有非常多好逛的地方，整一个入园的流程也非常的未来感，我下次还要再来玩。陈老师的张蹦饮饭，今天一定要吃到张蹦。我们来了一家叫一碧家的张蹦店，可能是因为错峰的关系，这个餐厅里面没有什么人，所以用餐品质堪称一流。这家张蹦店好像是一个连锁店来着。我们点了一碗白张蹦，一碗猪肉张蹦，然后一碗招牌张蹦，还有韩式中华料理必点的炸酱面，还有一个糖醋肉。比较特别的是他家的这个白张蹦也是辣的，所以不能吃辣的朋友记得就不要来这家店吃张蹦了。如果你们和我们一样爱吃张蹦的话，非常推荐你们点这个肉张蹦，它会比一般的张蹦更有肉的香味，非常非常的鲜美。体验一下在韩国自助加油，这个蓝色的 Kyungyu 是柴油，然后这个就是汽油，然后塞进去之后呢，我们就要在这边点西价，系统会提醒你刷几点卡，因为我们是外国人，直接就点红色的这个按钮就可以了。接下来还要再选一次油的种类，因为我们租的是柴油车，所以就选柴油。
我们是用信用卡结账，所以就点信用卡就可以了。因为乐天租车是规定还车的时候要满油的还，所以我们就要直接把油加满，就按这个红色的按钮 for， 然后同时插入信用卡，然后就稍微等一等，这个系统就会开始运作帮你加油。然后这2个按钮就是问你需不需要明细，再来这个画面意思就是加油已经完成了，你直接把油枪拿回来挂回去就可以了。加完油了，我们刚刚一共加了31092块钱的油，这就是我们这4天在济州岛花的一个油费。加油的过程其实跟台湾的自助加油是差不多的，虽然因为这个语言的问题，有一些比如说专有的名词，比如说汽油啊、柴油啊什么的，整个过程有点慌乱，但是还是很顺利的加好了。如果你们刚好在韩国开车、租车要加油，就记得可以看我刚刚加油的那一段画面。短暂把小孩丢包给阿公，我们2个人又来38楼吃个宵夜，喝个汤。本来想要走出去，可是觉得太浪费时间了，因为38楼什么都有，然后我们就想说就不要浪费时间了，直接快点上来，然后短暂的享受一下我们2个人的2人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的假期就要结束了，就要回台湾了。跟你们分享一下济州岛漂亮的夜景和一位和老婆来吃饭的人夫。我们2个本来想要点汤，结果点错了，2个都不是汤，怎么办？超硬的宵夜。这你最喜欢吃的，点评一下。我觉得没有很入味，炒过去，而且不辣，但是章鱼蛮软的。对，很嫩。对。猪肉砂锅比辣炒鱿鱼要好吃太多了。辣炒鱿鱼我觉得真的还是外面好吃不少，但是它就是主打一个方便，主打一个新鲜，主打一个让你现在就可以吃到。嘴上说的一般，其实又把它东西全部吃完了。好了，吃饱了，带孩子吧。知道吗？我觉得整一个38楼，大家都是来宵夜聚会，消磨漫漫的长夜，聊天喝酒，对，美好的小夜晚。只有我们2个人是来吃饭的。喝水。刚陈老师问我说要不要点一点酒，我说不行，等一下我还要收行李。好啦，晚安。